梁武帝为何会被活活饿死？陈霸先是如何终结南梁并建立陈朝政权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梁武帝饿死文德殿及陈霸先建立陈朝。547年，东魏的将领侯景被高澄所逼，准备投降南梁。梁武帝想借助他北伐，便接受了他的投降，并派遣萧渊明率军前往彭城接应。结果渡过淮河后，就被东魏军击败，萧渊明被俘。次年春天，侯景也被东魏击败，逃往了寿阳。梁武帝只能与东魏议和，并答应了高澄提出的条件，用萧渊明换回侯景。侯景立即在寿阳起兵，侯景之乱爆发。梁武帝连忙派遣萧正德防守长江，结果他却与侯景来了一招里应外合，协助叛军渡江。梁武帝让太子萧纲筹划防务，而他却把防务交给了萧正德，叛军便顺利地到达建康，萧正德自立为帝。随后，侯景率军攻入内城，将梁武帝囚禁在文德殿，被活活饿死，终年86岁。至此，在位48年的梁武帝战场失策，以这种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萧正德继位的同年，与侯景发生矛盾被杀，萧纲即位。2年后，萧纲被杀，萧栋继位。2个多月后，侯景废除萧栋，自己称帝为汉皇帝。550年，侯景派军攻打江陵，萧绎连忙将汉中割让给西魏，请求支援，打败了侯景的大军。接着，他让王僧辩和陈霸先率军攻打建康。王僧辩到达姑孰后，打败侯子建，然后乘胜追击，大军很快便到达了建康。这时，侯景被部将杨坤杀害，侯景之乱结束，萧绎在江陵称帝。2年后，西魏派军攻陷江陵，萧绎被杀，王僧辩和陈霸先将萧方智立为梁王。北齐则将萧渊明送回，要求让他继位，但王僧辩拒不答应。于是北齐出兵东关，王僧辩亲自率军驻守姑孰。他给陈霸先写信商议，陈霸先不同意迎接萧渊明，可王僧辩迫于北齐的压力，将萧渊明立为了皇帝。陈霸先立即率军攻打，斩杀王僧辩，废除萧渊明，立萧方智为帝。557年，陈霸先废除萧方智，自立为帝。至此，梁朝灭亡，陈朝建立。为了更好地理解接下来要讲解的三国历史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科普。比如，刺史和州牧有什么区别？司徒、司隶校尉、领尚书事分别是什么官职？13个州分别管理哪些地方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三国科普之汉末官制及13州。秦国统一天下后，就废除了分封制，实行郡县制，朝廷则设立了三公九卿。由于汉承秦制，所以汉朝也继续沿用了这套制度。首先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三公九卿制。三公分别指的是太尉、丞相和御史大夫。太尉主管军事，丞相主管政务，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。三公之下设立九卿，其中奉常掌管宗庙礼仪，郎中令负责宫殿警卫，卫尉掌管宫门警卫，太仆负责宫廷御马以及国家马政，廷尉掌管司法审判，典客主管外交和民族事务，宗正掌管皇族和宗室事务，治粟内史负责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，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之税及官府手工业。再来看郡县制。秦朝将天下分为36郡，每个郡都设有郡守、郡尉和监狱使，分别掌管行政、军事和监察。郡之下是县，人口大于1万的设有县令，人口小于1万的则设为县长。县之下是乡，其中每10亭设一乡，每10里设一亭，每80户设一里。汉朝虽然沿用了这套制度，但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也经历了很多的变革。首先来看三公九卿。西汉时期将丞相改为了大司徒，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。到东汉时期去掉了大字，改为了司徒和司空，比如王允就被称为王司徒。九卿也同样有所变化，比如将奉常改为太常，郎中令改为光禄勋，典客改为大鸿胪，治粟内史改为大司农。另外，到了东汉时期，九卿不再统归司徒管理，而是由三公分别管理。汉武帝时期，为了削减三公的权力，他选拔尚书和侍中等近臣，组成了内朝。从此之后，三公便逐渐失去了实权，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内朝官员的手中。内朝最大的官职是领尚书事，后来又改为录尚书事。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官职，而是由将军、近臣
或者尚书等人兼职的。比如汉武帝驾崩后，霍光是大司马，兼领尚书事；汉章帝时期，牟荣是太尉，并录尚书事；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也是并录尚书事等等。另外还有太傅、尚书、大将军等也有兼领尚书事的。他们本身的官职都在三公之下，但只要是兼领尚书事之后，地位就在三公之上了。汉朝的外戚之所以权力很大，就是因为他们兼领尚书事，成为了内朝官员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下汉朝的13州。公元前106年，汉武帝将天下划分成13个州，每个州设立刺史1名，负责监察各郡和各诸侯国的官员。刺史直属于朝廷，刚开始他们在各州郡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的。到汉灵帝时期，他将一些资深的刺史任命为州牧，从此州牧便不再只是监察官员了，而是成为了真正的一州之主。比如后来的荆州牧刘表、兖州牧曹操、冀州牧袁绍等。每个州牧管理很多郡，从汉景帝时期将郡守改为了太守，太守归州牧管。比如在上期视频中，袁绍是渤海太守，管理渤海郡；韩馥是冀州牧，管理整个冀州，原则上他是袁绍的直接上级。孔融之所以被称为北海相，是因为北海是诸侯国，地位相当于郡，而诸侯国的国相必须是由朝廷委派，因此国相的地位也相当于太守。那么东汉末年的13州分别都管理哪些地方呢？首先是司隶校尉部，管理洛阳附近的郡国，何进任命袁绍的就是这个官职。治所在洛阳，管理京兆尹、河南尹、右扶风、左平邑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河南北部、山西南部以及陕西的关中平原。并州的治所在晋阳，即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，管辖上党郡、太原郡、雁门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山西、内蒙古、陕西的部分地区。幽州的治所在蓟县，即今天的北京市，管辖涿郡、上古郡、渔阳郡、右北平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北京市、河北北部、辽宁大部及朝鲜西北部。冀州的治所在今天的石家庄高邑县，管辖赵国、渤海郡、清河国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河北中部和南部、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。青州的治所在临淄，即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，管辖北海国、齐国、济南国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山东临南以东的北部地区。兖州的治所在昌邑县，即今天山东省巨野县东南，管辖东郡、济阴郡、泰山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。徐州的治所在郯县，即今天的山东郯城县，汉末移到了下邳和彭城，即今天的江苏睢宁县和徐州市，管辖彭城国、下邳国、琅琊国等，范围大概是长江以北及今天的山东南部。豫州的治所在谯县，即今天安徽亳州，管辖颍川郡、汝南郡、陈国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淮河以北、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。扬州的治所在寿春，即今天的安徽寿县，管辖九江郡、庐江郡、丹阳郡等，范围大概是淮河和长江以南，以及今天的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以及湖北东部和河南东南部。荆州的治所在襄阳，即今天的湖北襄阳市，管辖南阳郡、武陵郡、长沙国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湖北、湖南大部以及河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的部分地区。益州的治所在成都，即今天成都市，管辖汉中郡、蜀郡、巴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大部以及陕西、甘肃、湖北的部分地区。胶州的治所在龙边，即今天越南河内以北，三国时期移到了番禺，即今天的广州市，管辖南海郡、苍梧郡、交趾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广东和广西的大部以及越南的部分地区。凉州的治所在武威，管辖天水郡、陇西郡、张掖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甘肃、宁夏大部、青海的黄水流域以及陕西的西部。此外还有西域长史府，治所在乌垒城，即今天新疆巴州的轮台县，负责管理西域事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